哇！也有洞天。山林流水伴萧声，绝壁探险亲子行。这次我们走进江子寮溪步道，在岩壁与林荫之间，跨越千万年的地质史诗。孩子的笑声在山林里回荡，大人的脚步也慢了下来。当阳光穿过树梢，洒落溪面，我们才发现，原来最美好的风景是陪伴彼此的每一个时刻。现在就跟着小星星的脚步，一起来探索这个美丽的秘境吧 ！Let's go！我们今天来到江子寮瀑布，我们现在要过去哦。这趟江子寮之旅，原本只是想带孩子出门放放电，没想到最后是我们被大自然充了电。一路随身伴着笑声，走山径看绝壁，大人流汗，小孩探险。原来最棒的亲子课不在教室里，而在山林间。危险呢，不要下去，下不去就算了。哦，九层瀑布，这里江子寮公园啊，蛮原始的一个状态。哦，那这里就是游客不多。哦，那相信这边夏天一定是蛮清凉的。哦，是一个消暑的一个夏天消暑的一个玩水的一个好所在。前往江子寮瀑布，可由国道1号于6公里五堵出口下交流道，接大同路3段直行，左转进入细平路，行驶约3公里后，再左转江子寮产业道路，约3公里后即可抵达江子寮溪步道起点福星宫。周边景点也相当丰富，包括步道入口旁景色优美的江子寮公园。基隆河畔的星座公园以及知名赏枫胜地拱北店，都很适合顺游造访，规划一趟充实的全家半日或1日小旅行。你看它有几个站，你看它有几个皱褶，就是经历过几次台风。狗狗要跑上来了啦！你看狗狗。小时候我住基隆五堵，但老实说，从来不知道有江子寮这个地方，甚至连听都没听过。记得童年时期，我们要到基隆河对岸，还得搭船，以人力拉绳牵引渡河，后来才有了桥梁。因此，我们很少往这一带探险。再加上这个景点距离主要干道还有一段路程，位置相对偏僻，外地人自然较少知晓。不过，或许也正因为偏僻，才保有难得的清幽，游客不多，环境静谧，开发较少，山林与溪谷才得以维持较为原始的样貌。这份朴实与宁静，正是我们如此喜欢这里的原因。你好像踩到姑婆雨了。哦，空气好好哦，很。从福星宫开始步行，沿江子寮溪到江子寮绝壁，约1公里，不到半小时即可抵达。前段为水泥路，后段铺设石阶，全程缓坡而上，沿途林相相当原始丰富。经过瀑布后，眼前展现壮观的砂岩巨石景观，宛如跨越千万年的地质史诗。
远古河流冲刷沙砾，逐层沉积形成砂岩，地壳挤压使岩层隆起、倾斜、断裂，接着溪水常年冲刷磨蚀，造就光滑倾斜的岩面，最后切割出独立岩块。水流旋转砂石，砖石岩面凹洞，形成湖穴 （potholes）， 呈现大自然雕琢的痕迹。来到姜子寮绝壁前，仰望那几乎垂直的岩面上，刻满了岁月一刀一凿的痕迹。远古时期，砂岩与页岩层层堆叠，随着板块挤压，地壳抬升，岩层倾斜，山谷逐渐成型。溪水沿裂缝渗入，冲刷较软的岩层被侵蚀掏空，而坚硬岩体则挺立不倒。经历常年风化与崩落，山壁越来越陡峭，最终形成今日5层楼高的壮观断崖景象。在时间的长河中缓慢改变，展现大自然的雄浑力量。这次家族一起走进姜子寮绝壁步道，仿佛走进一座最生动的大自然教室。抬头是壮阔岩壁，耳边是潺潺溪水声。大人重新找回童心，孩子尽情探索惊奇。阳光洒落林间，我们在山水和笑声之中，一起感受大自然最纯粹的美好与喜悦。这趟旅程不只是一次践行，更是一段家人共享的珍贵时光。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我们放慢脚步，也放下日常的忙碌。孩子在山林间学会观察与敬畏，大人则在微风和流水声中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初心。意大利蒙特梭利教育法创始人 Maria Montessori 曾说 ：“There must be provision for a child to have contact with nature,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order, the harmony, and the beauty in nature。”而这片山林正是最真实的教室，没有课本，却有地质史诗；没有老师，却有绝壁与溪流娓娓道来时间长河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小星星的这支影片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也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你的一个支持，都是小星星学英文继续前进的动力。让我们为大家带来更多、更精彩的风景与故事哦！